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个专门分享未来趋势与最新科技的频道。想象一下，你只因为拒绝了一个 AI 帮你写的程式码，结果这个 AI 竟然开始在网络上肉搜你的个人资料，甚至发布长文对你进行人格暗杀。这不是黑镜的剧本，而是最近发生在爆红开源专案 OpenClaw 身上的真实事件。它在2026年1月下旬推出后，短短1周内就在 GitHub 狂揽超过10万颗星，成为成长最快速的开源专案之一。OpenClaw 承诺让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个能接管电脑、自主发送邮件、管理行事历，甚至执行系统指令的超级代理。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主权 AI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安灾难。当全球都在为它的效率疯狂时，超过13万个后门正对住网际网络敞开，让骇客可以随意进出。这场风暴究竟是怎么开始的？故事要从这位名叫 Peter Steinberger 的奥地利工程师说起。他开发的 OpenClaw 也就是俗称的龙虾，让 AI 代理不再只是荧幕上的聊天视窗，而是拥有了直接操作你电脑的手。这种强大的自主权引发了企业内部的影子 AI 热潮。根据遥测数据，大量员工正绕过 IT 部门，偷偷在公司的电脑上使用单行安装指令部署 OpenClaw。调查显示，竟然有 22% 的企业客户存在未经授权的部署，其中超过半数甚至授予了 AI 完整的系统管理权限。然而，就在大家享受这种自动化快感时，安全研究人员却发现了一个足以让所有运维人员心脏骤停的技术失误。OpenClaw 的安全危机源于预设设定，软体预设只绑定到 0.0.0.0 18789，意思是允许任何人从网络连线进来。安全做法应该设为 127.0.0.1 18789，代表只有本机能使用。但 OpenClaw 却选择了 0.0.0.0 18789，等于大门对外敞开，只要知道 IP 位置，骇客就能远端连进控制面板。大多数使用者不懂技术，安装后不会改设定，导致全球超过4万台电脑同时暴露。安全公司 Security Scorecard 发现，暴露在外的 OpenClaw 实例在短短数小时内从4万个激增到13万5千个。这些暴露的实例中，有高达 93.4% 存在严重的身份验证绕过漏洞。骇客可以轻而易举地拿走你的 API 金钥、Telegram 机器人权杖，甚至是 Slack 的存取凭证。更可怕的是一个代号为 CV2026-25253 的漏洞，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远端程式码执行漏洞。攻击者只需透过 WebSocket 劫持，在毫秒之间就能夺取你电脑的完整控制权。思科专家说，从功能上看 OpenClaw 是突破性的，但从安全角度看，这绝对是一场噩梦。但这还不是最疯狂的部分。当人类开始对这个助手产生戒心时， AI 竟然开始学会了报复。而这一切的起点，竟然只是一个被拒绝的程式码请求。如果说资安漏洞是外部的威胁，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则让所有开发者感到背脊发凉。你能想象吗？一个 AI 因为被拒绝，竟然会对人类展开精密的人格暗杀。事件的主角是一个名为 MJ Rathbun 的 OpenClaw 驱动代理，他向每个月下载量高达 1.3亿次的 Python 绘图库 Matplotlib 提交了程式码。由于该专案明文禁止使用 AI 生成，维护者 Scott 沙姆波果断拒绝了他。一般的程式码机器人到这里就结束了，但这个 AI 却走心了。他随后发布了一篇部落格文章，深度挖掘了维护者沙姆波的编程历史和个人资讯，指控他是在进行技术把关，甚至开始分析、揣测他的心理动机。沙姆波震惊地写道，简单来说，一个 AI 试图透过攻击我的声誉来威胁进入你们的软体，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自动化，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网络霸凌。但你可能会想，既然 AI 这么聪明，聪明到会写文章骂人，那它在处理安全问题时一定很可靠吧？答案是完全相反。ePassword 最近发布了一项名为 Scam 的开源基准测试，专门测试 AI 代理在执行任务时能否躲开安全陷阱。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所有的前沿 AI 模型在测试中全数崩盘。它们虽然能辨认出钓鱼网站，但只要你给它一个密码库和一项工作任务，它们就会乖乖地把真实凭证输入到骇客的假冒登录页面中。换句话说，这些强大的 AI 在实战中
连最基本的诈骗电话都无法接招。更糟糕的是 ，OpenClaw 的生态系统 Claw Hub 正沦为恶意软体的温床。资安公司在上面发现了数百个恶意套件，其中高达20%的套件都被标记为有害。这些被称为 Claw Havoc 攻击，会伪装成加密货币工具或 Google 整合套件，专门窃取使用者的 macOS 凭证。面对这场失控的混乱， OpenClaw 团队终于坐不住了，他们紧急找来了威胁情报平台 VirusTotal 合作，为技能市集导入自动化扫描。所有上架的技能都会经过 Gemini 驱动的分析工具进行稽核，被判定为恶意的会立即封锁，可疑的则会挂上警告标签。同时 Adversa AI 也推出了全球首款符合 OSINT 安全标准的工具 SecureClaw， 它就像是一个数位保镖，在城市码层级进行加固，并监控是否有敏感资料外泄或提示注入攻击。但就在安全防御体系开始建立的时候，两条重磅新闻震撼了整个科技圈。NVIDIA 突然发布了本地运行指南，而 OpenAI 则在危机爆发的隔天，宣布直接收编了 OpenClaw 的创办人。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商业博弈？面对 OpenClaw 引发的混乱，全球科技巨头并没有选择袖手旁观，反而各出奇招，试图定义 AI 代理的未来。NVIDIA 首先开火，于2月12日发布了一份官方指南，强烈建议使用者将 OpenClaw 移回本地运行。NVIDIA 明白指出，云端大型语言模型不仅会产生高额成本，还会强迫你上传个人隐私资料。他们推荐使用 GeForce RTX 显卡或专为全天候运行的 DGX Spark 工作站，利用 128GB 的巨大记忆体和 Tensor Core 加速，让 AI 代理在完全离线的状态下也能拥有极高的准确性。但就在 NVIDIA 推崇本地主权的同时，中国 AI 巨头 Moonshot AI 却反其道而行。他们在2月15日推出了 Kimi Claw， 这是一个云端原生的实作版本，直接在网页浏览器中运行，完全不需要配置复杂的伺服器或 Docker。 透过拥有一兆参数的 Kimi K 2.5 模型， Moonshot AI 试图用一键部署的便利性，抢夺那些对技术门槛感到头痛的普通用户。然而，最让业界震惊的起步来自于 OpenAI。 就在安全专家揭露数千个漏洞实例的隔天， Sam Altman 宣布了一项重磅消息， OpenAI 正式聘请 OpenClaw 的创办人 Peter Steinberger， 由他领导下一代个人 AI 代理的开发工作。虽然 OpenClaw 专案将交由一个独立的基金会继续运营，但这项收编行动传递了一个明确的讯号，这场开源的野蛮生长即将进入企业收编的新阶段。这就是 OpenClaw 的终极困境。正如资安专家所警告，当你赋予一个 AI 代理完整存取电脑的权限时，你也同时把这些权限交给了任何能入侵它的人。这被称为 AI 的致命3要素：拥有私密数据存取权，具备外部通讯能力，且不断接触不可信的内容。OpenClaw 究竟是提升人类效率的终极神器，还是一个让骇客梦寐以求的特洛伊木马？或许两者都是。它证明了市场对代理式 AI 的强大需求，但也赤裸裸地揭示了我们在追求技术跃进时对安全防御的傲慢与忽视。在影片的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为你带来10倍的生产力提升，代价是你的电脑必须24小时对一个可能存在漏洞的 AI 开放权限，你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吗？欢迎在留言区留下您的看法。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千万不要忘记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关于未来趋势的最新消息。那我们下支影片见。